说中美之间真的存在什么竞争的话，那也是道义上的竞争，并不是有什么军事战略上的竞争。美国政界至今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只能说明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道德、道义实在是不值一提。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的国家战略输给中国了吗？我认为至少在道义层面上是中国赢了。美国的右翼媒体《国家利益》杂志在11月4号发表文章，说美国已经输掉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仔细解读这篇文章呢，发现它的主旨是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而美国的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作为美国的右翼媒体能发这样的一篇文章，确实是难能可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苏联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大幅度的接近美国而已，从来没有能够做到超越甚至取代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集团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加上美元的霸权来寻求超额利润，比老老实实的从事制造业或者是商业更加的有利可图。在冷战初期，特别是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如果不好好的开发科学技术和工业，苏联的军事力量就会超越美国。到那个时候，资本所拿来挣钱的一切就全都行不通了。所以美国还是经历了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期。但即使如此美国资本集团也从来没有放弃赚快钱、赚热钱的企图。也正是因为美国资本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恶习难以改变，才造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陷入经济危机，只能决定把美元和黄金脱钩，放弃金本位制度。在那以后，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和石油输出国达成协议，从今往后所有的石油交易都必须用美元来进行结算。考虑到石油这种东西的战略性那可以认为是美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强行威胁石油输出国，用石油资源来给美元提供支撑。在当时看来，美国人这样的做法似乎没什么不可以的。美国是如此的强大石油输出国又如何能够违背美国人的意志呢？否则美国随便找个借口发动战争，甚至是发动政变，就可以让这些国家的政权崩溃了。所以这种做法持续了几十年，似乎也没有人敢不遵从。阿房宫赋中有一句千古传颂的名言：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不管什么倒行逆施的做法，就算一时之间没有人能够把它打破，但是到底对与不对，正义还是邪恶，人们心里是有杆秤的。美国是凭借军事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美元霸权的，一旦美国的军力陷入衰退，那么其他国家就没有必要再遵守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了吧？不管中国是不是崛起，只要美国衰退了，就一定会发生旧的世界秩序崩溃这件事情。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复的渲染中国如何的侵略成线，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不讲道理，但是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从来没有侵占过其他国家的一寸领土，也没有动不动就发射巡航导弹去攻击别国的首都。中国的对外战争只有2种情况，一种是帮助邻国抵抗超级大国的侵略，一种是捍卫自己的合法主权。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是认认真真的投身于国际大市场，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与中国搞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得罪中国不但违背自己的利益，而且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中美之间真的存在什么竞争的话，那也是道义上的竞争，并不是有什么军事战略上的竞争。美国政界至今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只能说明在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道德、道义实在是不值一提。如果美国政界的高层继续把中美关系当作一种竞争，甚至以冷战来对待的话，那失道寡助的美国最终将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就算其他国家不采用军事手段的报复他，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的跟随着美国了。到那个时候的美国的整个国家战略恐怕才真的是一败涂地。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